NA 的机器恐龙钢索。首先，盒子的外包装来看，其实也是那种挺复古的G1式的那种风格。制品方面，老规矩，线稿的说明书。这一盒里边的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了，配件其实并不多啊。首先，这个我们拿下去，摸鱼的这个配件啊，在G1的动画片里边有登场过，应该是聪明的钢索那一集吧。哎，你们说现在的摸鱼是不是就搁这儿来的？就当时的钢索有点罢工的那个意思啊，有点跟现在的摸鱼的那个意思差不多，挺有趣的。怀里抱着个鱼，而这个鱼的造型跟动画片里边也是非常相近的。大枪可以插在后背的这个孔里边进行一个搭载，大剑拿出来，把这个剑柄拆掉，嘴巴打开，抠起来里边的小桩子，也可以摆出来钢索喷火的这么一个特效啊，插在嘴里边，这个特效键的效果还不错，而且这个特效键做的非常漂亮，透明的零件上面有渐变色的涂装，很有感觉。脑袋盖跟这里翻开，眼睛旋转180度，再扣回去，也是可以实现钢索的瞳孔配色转换的。头部这里前后抬头左右360度的旋转，尾巴这里的活动范围很大，尾巴尖这里左右有几段的关节，上下甚至也有一定的旋转幅度。这一回的钢索让玩家诟病很多的是这个龙形的膝盖位置，它因为变形的需要啊，这里是一个人形的胳膊肘，所以呢，龙腿它只能跟这样去折，也就是说折成这样的角度，其实是反着的。虽然这里能旋转吧，我们印象当中霸王龙的腿应该膝盖是从这里转的，但这一回呢，它的关节只有单方向，如果转到这一面呢，脚趾头的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呢，龙腿往前取，这个是玩家诟病挺多的。倒是这一回龙腿的可动什么的还挺好，只是这个关节啊反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玩家都在说的是这个关节，也忽略了一个点。我们看这个爪子啊，前肢的这个地方可动的关节也有很多。这回的钢索好是好在什么地方？它全身上下不论人形还是龙形啊，很少有球形关节，这点是很好的。胳膊这里的关节活动范围很多，但问题就是这里缺一个平转的关节。你们发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没有？这个地方不能平转，不能这样扭，可能在龙形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什么，就是说你这样就已经抬不起来了。这个钢索的可动，尤其你摆成龙形的时候做一些互动会很尴尬。来对比一下动画里边的设定图，其实 NA 这一回的钢索做的还跟设定图里边挺相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这个龙形的这个身躯的一种感觉，形状都很相似。再加上这回变形小臂的部分算是一个挺巧妙的地方，在龙形的时候能实现出来这个类似于喇叭裤的梯形的一个结构造型吧。造型方面这块做的很棒啊。后背来看，该有的元素也都还原了出来，不过这一块是为了人形的时候的一个涂装效果，在龙形的地方没有办法隐藏了。动画片里边这个设定图不知道是因为漏画的关系还是作画的原因啊，这些地方竟然没有上色。但整体来说，钢索的这个尾巴的这个过渡，包括这一节小腿的长度这一块，对于这个设定图里边的还原度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首先我们先把这胳膊捋直了，头闭住嘴立起来，这个地方我们先跟这么撬开，腾开这个关节，让腿有一个可以出来的更大空间。尾巴撸撸正，从这块拆起来2个卡扣，解松，然后腿就可以从中间所有的缝隙打开卡扣，一劈2半，
这中间的卡扣还挺多的啊，包括尾巴尖的部分也有很多的卡扣，卸开它，整个卸松，往开掰，掰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接着我们把前方这里的这个小尖儿拨回去，再把尾巴整个的贴到大腿上，跟这里放到一起。只转外侧小腿的这个壳子，让大腿和尾巴整个换了一个方向，撇过来90度，尾巴就顺势到了这里边。我们把这个尖儿转平，整个的藏到腿肚子里。背后的这个背包一叠两叠放下来变成脚板，那一条小腿就变完了。这过程还是很简单的。这边也是先跟这样打一个90度打横，然后把这一块尾巴一定要贴到大腿上，让开中间转盘的这个空间。接着两个一起捏住啊，旋转180度，把大腿转到这一侧来，尾巴尖这里横转90度，贴到腿肚子里，这里一折两折，脚底也填起来了，而且这个脚底不空。但现在问题就是腿肚子这一块并没有一个什么遮挡的，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盖板能把这一块堵一下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小腿肚子有一点凌乱。上半身的变形，整个的从中间拆开，小翅膀的部分，这个也算是老记忆的套路了。脖子这里，龙脖子整个180度往后翻，这一块整个的先拉开，卸松掉。我们要把两个肩膀这里打横，这里有一个连接的 Z 字折叠，先拉起来，然后按这两个方块把胸提起来，提到位，完全的卡住，再用这两个肩膀提上去，把这个肚子锁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脖子的盖板翻过来，这里边缘有一个卡槽，把它卡住。背包两个小翅膀稍微的往起翘一点角度，根据黄色的零件 Z 字折叠卡扣链接，背包卡上。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这个胳膊啊并没有这样旋转的一个关节，就是这个地方并不能转，所以呢龙形的小臂就只能摆成这样的一个角度了，而不是说像 MP08 那样这个再往上翻一下，这个往上翻成一个斜着这样耷拉在上边。不过这个东西看个人的喜好吧，小翅膀就只能放在这儿了，爪子也就只能放在这儿了。好，它这一块的变形算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点。现在是一个梯形的龙腿喇叭裤，我们把前一片的卡扣打开，后一片的卡扣打开，手旋转出来，中间的这个芯儿旋转180度，它左右两面是不一样的。翻转过来以后再往里折叠，就可以把一个梯形变成长方形。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把中间的这个芯儿旋转180度以后，两边的面拼装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拼装完了以后把一梯形变成长方形。哎，这个零件的利用方法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NA 风格。好，两个手臂变出来，接着把这一节缩短，龙形的时候要拉长，人形的时候把它缩进去，卡的还是挺紧的。往这儿推一下。啊，对，变形的时候我忘了，这个地方再推一下，可以放在正中间。
整体来说，这个钢索的一个变形逻辑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在小臂这一块，我挺喜欢这个算是质量转换技术了。对于如今的小比例的今天来说，玩家的要求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加一个盖板把它堵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第二个，因为就是之前我们在龙行说的，这个小爪子缺少一个平转的关节，所以并无法像 MP08 那样把两个小爪子斜着这样露在肩头的一个感觉啊。当然也会有人说，这个钢索为什么感觉这么瘦弱呢？设定图来修出来的美型，而我们印象当中所谓钢索会特别的壮硕的 MP08 的先入为主。说白了 MP08 当时做出来，它其实不是还原于动画，我觉得 MP08 已经像是后续联景时代 2.0 的那种感觉，它不还原动画，但是它要做出来的是一种美术的风格。NA 这一回就没有照着 MP08 那个风格去考量，确实照着这个设定图来的，所以你会感觉这个钢索好像比其他的那种感觉要瘦弱很多，也确实是这样。到后来一些大比例的第三方产品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参照 MP08 去修正钢索的美型，所以呢 NA 这一回反其道行之，却做了一个很还原设定图的这么一个就是纤瘦一点的钢索啊，圆润一点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为了还原动画片里边当时的一个味道吧。从背后来看啊，我刚才说龙头确实是背在后背的。当年 DX9 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它更改了所有的恐龙变形套路。确实当时的一个玩法是非常创新的，恐龙的那套设计也是非常好玩的，但问题是它不还原。你真要说啊，严格的照着现在比如说玩家对于小比例或者 MP 的一种要求来说，我要抠设定图，那龙头背在后背就没毛病了。倒是这一块也给你在面板上面做了一些细节的刻画。然后这两个爪子，这个是让我很纠结的点吧。它这爪子挺长的，所以呢这爪子也就只能模拟出来这么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你看就扭不过来，就差这一个关节应该再这么转一下，打成横着的，好尴尬，好气呀，就差一点点。有一些意见该吸收的吸收，该采纳的采纳，确实因为不同的声音出现才能让产品更多的进步。有很多玩家提出来的建议是后续产品改进必须要实现的。你比如说曾经 NA 大部分的使用球关，这个玩多了肯定会松的，这个也是玩家后来等于是摸索下来的经验吧。当然 NA 现在有改进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挺好的。它这一回钢索身上你几乎看不到太多的球关，肩膀啦、胯部啦，这些地方都是轴，这一点很好。但问题就是不该用轴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做一个球关多好，又省成本，可动的范围又好嘛，对吧？头部开口的球碗可以抬起来很高，他们从那个飞船上飞下来时候的一个样式，但是少了一个嚎叫。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啊，对，脖子还是个球关嘛。翅膀打开，胳膊旋转，当然会被翅膀卡住了，我们得挪开啊。这个地方并没有用球关，而全部用的轴。平举的话也能抬到很高了。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曲肘能达到90度以上。手腕360度旋转，腰部360旋转没问题，同时的弯腰关节能踢到挺高。后踢虽然说前后踢不能踢平吧，但是这个范围也够了。侧踢可以踢平，大腿根部可以旋转，膝盖其实有两段关节，因为变形的需要在下方这里是要转的一个轴，所以这里可以增加一点点的范围，再加上本身这个膝盖就可以折到90度了，抬的还是挺高的。然后脚踝左右接地，这个左右接地做得很好，
它把背包的那一块变成了脚底板，而且这个脚板的接地面积也很大，所以站立很稳固。再加上它甚至还有一个踮脚的关节，也就是说这个前折的关节是独立做出来的，这个不参与变形，这个零件纯粹是为了可动设计。其实整体来说 NA 这一次的钢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还原记忆动画了已经，但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我觉得考虑的还是欠妥，有一些地方不到位。比如说我目前找到的3个点，第一个，人形小腿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板子挡一下，现在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美型上面的凌乱。第二个，龙形的这个前肢应该增加一段关节，或者说整个在根部换成一个球管。第三个就是龙形大家都发现的这个腿部膝盖的位置，龙形的膝盖啊，它只能往后折，而不是说往前折。把它拉出来，如果把这个轴活动的关节放在正中间，可不可以呢？那你再稍微的往长拉一点，你就可以实现前后转了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机器恐龙比擎天柱要高很多，这个很正常，这个就对了，因为动画片里边恐龙确实个儿也大嘛。其实这种风格是 MP08 的风格。动画里边的钢索还真是这样，我们刚才也对比过设定图啊，所以很多人说 NA 的这款钢索做的瘦了，做的不好看了的，主要是被 MP08 先入为主了，这就导致了后边很多的第三方、官方不管怎么样吧，甚至 SS86 啊，它都有朝着 MP08 的那个风格去靠拢，也确实 MP08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玩具，成功的设计。不论是玩点、变形设计、美型上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大家都会刻意的去模仿。反而 NA 这一次啊，能照着动画片的设定图反过来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确实，想象一下，如果 MP 大比例出 3.0 的钢索的话，钢索应该是 2.0 啊，因为它之前只出了一个版本，但就是放在现在官方的 MP 线如今的一种整体逻辑风格的话，我相信它做出来的人形应该从正面看也跟这个差不多的一种风格吧，它肯定会照着设定图那样去还原。再次提到一个很尴尬的，你看看人家这个腿肚子都有盖板，既然它是一个还原动画的钢索，我觉得这个配色问题不大，不做透明胸也无所谓。但是如果出 G1 玩具配色，这块必须得透明。大力神当时给你做出来了3款的替换腿，都把那个窟窿挡上了。钢索我觉得应该不难，应该能做。或者说脚后跟的这一片能不能延展出来一个什么零件折叠上去，把这里挡下，从这一块翻出一个零件把这挡上也行。我倒是不奢求它能把这块完全的挡起来啊，这个完全的挡起来也不现实，起码能把这块挡上也行，对吧？把这个龙尾巴这里稍微的挡半截也好看。其实完全可以利用到这个东西啊，而且这个板件的厚度我觉得完全够用，或者说就像吊钩那个腿部折叠一样，3片零件那个板件的薄厚也够用啊，这样折起来能把这儿盖住一点点，效果也好。那么这款 NA 的钢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效果其实还不错啊。这款钢索其实还是挺有想法的，尤其它对于一个动画片的还原度来说，它能做到现在变形金刚 MP 这样的一个追求于动画片还原度，而不是说一味的向 MP08 去靠拢的一种风格，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进步。变形很好玩，很巧妙，可以说啊，这一块方块和梯形之间的转换完美实现的质量转换技术。腿部尾巴的这个收纳算是比较巧妙的，能把这一块填得满满当当，而且在大腿和尾巴之间扭动的一个过程中，也没有像之前一些大比例第三方玩具设计的那么复杂，那么半手。而且在后背的这一块处理完变成鞋底子，也算是 NA 代表性的一种零件利用率高、比较巧妙的一种用途吧。
终归来说，钢索现在应该也是一个人气比较高的角色。机器恐龙5个人的小队，如果在小比例里边能把这种感觉全部做出来，那将来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也是希望后续钢索在其他的配色里边，或者说出其他的版本的时候，或者说能做一些补件吧，把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弥补一下，那这款钢索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了。那么这一款 NA 的新款钢索就是这样了。